叫珍妮，来自泰国曼谷。在4年以前，有偶尔的机会，我们同时在一个地方养蛇，我跟他一见倾心。我来中国已经有10年了，我的职业是舞蹈工作，然后以蛇共舞，有蛇就有我，没蛇就没有我，因为我生命就是等于是属于蛇给我的。我是北方人，不太喜欢这个蛇，但是他呢，天天睡觉抱着蛇，吃饭抱着蛇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蛇比我重要。因为蛇的方面，我们都曾经分手过一段时间，可是我们彼此都相爱着对方，现在我们又走回一起了。我现在想跟他结婚，但是我们现在结婚面临很多问题，我想就是把这些矛盾、把这些隔阂我们都解决掉，不想有任何的负担，让我们开开心心的走着你。他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节目，达到男主人公所说的开开心心的步入婚礼的殿堂吗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样一对异国恋人，来，有请两位。男主人公王宝忠来自于山西娱乐公司经理，年薪6万，欢迎王先生。女主人公珍妮27岁，来自泰国曼谷，舞蹈演员，年收入10万，来，有请两位。这个就是短片里说的你那个，你吃那个醋就是这个蛇是吧？是那个，这是蟒是吧？对。你跟他有多亲近？可以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可以在一起，或者会说比较亲密的动作啊，可以随时的话可以跑到我身边。这个可以是有点可怕啊！你不怕吗？因为从小就喜欢蛇，从小就喜欢，一直跟蛇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太长了。哦，这小王，这是你最受不了的是吧？我看你已经很烦了是吧？现在是比较恐惧，特别怕，恐惧哈。对。你敢摸它吗？不敢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给我们秀一段，我看看你跟这个蛇到底有多好的关系。刚才我们看到了，能不能给表演一段？我们见识见识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掌声请珍妮来与蛇共舞一下，来，有请。谢谢。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哈。王先生来，王先生好像在他吃舌头那一瞬间，你不太敢看了是吧？你是害怕还是？吃饭睡觉跟我在一起，你说中间有一个他在一起，我感觉很不适应。这个没关系，你把它给我好了。我帮你拿走不就可以了吗？你们不就可以好了吗？没问题了吧？还有问题吗？你可以拿回家就不用拿来啊！你可以拿回家就不用。不是我拿回家把它放到保温箱里面养，不是一样吗？也可以啊。你们家不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养就行了？它怎么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呢？他现在他的生活地方是我的床上。他在你的床上睡啊？对啊。这宝贝在你床上睡啊？对。哟。就是说你睡着的时候，他也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就来了是吧？对。如果你们俩他也会来。对。这好像是不太方便哈。你特别怕蛇是吧？真的挺恐怖。那你有没有被他养过的蛇攻击过？咬过。也咬过。对。厉害吗？当时第一次2个手指头现在咬掉，2个手指头差点咬掉。第二次这边咬了60多个洞。哇！当时
是这个手你全部整掉，拿筷子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东西跟你们影响你们的生活呢？因为蛇跟我现在感情太深了。更理解是有一次的时候，我在空中跳城市的时候，绸缎突然断了，然后我的手有一个大箱子装着它，我在空中掉下来，我叫，我在边掉下来的时候边叫啊啊啊叫，然后蛇在那个花里面撞出来，盘成了一圈，然后我掉下来摔在它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蛇曾经救过你的命。这个东西确实能救命啊！我这个胳膊已经完全动不了了，它给我缠住了。我先把这个小宝贝放回去可以吗？你们家有像这样的蟒蛇有多少啊？就这一条吗？很多条，很多条。你的要求是说，要不然你跟我在一起。对，跟我在一起不能有蛇。太逼了。可以吗？这个？如果你要我放弃蛇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感觉只能接受不了，因为我感觉如果说没蛇在的话，我可能人已经在这边。蛇是的，不理解，没蛇给的。你还是不要这么过分的，你可以是找个地方把它养起来，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导致我现在就是老钟这样哈。就是咱们退一万步说，你看他看珍妮在说的时候，已经有泪花了，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和蛇的那种亲近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今天就是选择了蛇，你怎么办？希望他认真考虑一下，毕竟我们走到现在不容易。你们俩的问题仅仅就是蛇吗？好。两位之间的主要矛盾究竟是蛇，还是别的什么其他外力的因素呢？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。王茂忠，如果说人的这一辈子有很多的事情是无法选择的，比如说自己的年龄、自己的身高、自己的性别。如果说蛇不是蛇，而只是珍妮身上的一条很长的刀疤，每天看了都触目惊心，你还会选择接受这条伤疤吗？会。我再问珍妮一个问题，难道每个人救了你的命，你就一定要以身相许吗？比如说有哪个男人把你拯救出来，拯救于危险之中，你就一定要跟他过一辈子？你珍惜恩人的方式就是天天要抱着他在一起吗？恩人或者跟我蛇不就是你的恩人吗？是。你就一天到晚要抱着他睡，来缅怀他吗？或者说来报答他吗？不一定吧。那如果这辈子有两个男人都救了你，你不是跟两个男人一起睡？那就是啊，你珍惜蛇、感谢蛇在你生命当中曾起到的重要作用，但是你珍惜蛇、爱护蛇的方式未必是一定要和它共同生活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跟他我觉得这个男孩子，你如果真是喜欢他，你应该是尊重他这个选择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呢。我觉得你要是真就因为这个蛇俩人分手，我觉得有点矫情。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蛇当成他的全部，他挣的所有钱都被这个蛇花，都给他改造一些自己的条件，从来没有为我们想过。那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退一步，珍妮，你这个问题应该考虑考虑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跟蛇还是分不开的，那就变成一个僵局了，对吧？你们现在真的是跟蛇在较劲吗？不，你们不是在跟蛇较劲，而是你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要步入婚姻的殿堂？你们自己是否在内心真的接纳了彼此？来听听他们的亲友怎么说。旁观者清。你是珍妮的朋友是吧？其实我从刚才开始看的时候，我就挺想哭的。为什么？我很替珍妮感到委屈啊。其实我觉得宝宝可以理解一下珍妮的，因为毕竟蛇对于珍妮来讲已经不是动物这么简单，他救过珍妮的命。可是刚才涂老师有说啊，我救你一命你就一定要以身相许吗？蛇和男人不一样嘛，她也并不是要嫁给蛇呀，她只是想跟他生活在一起啊，这点难道不能够理解吗？不能理解啊，我们绝不允许是吧？你只是为他在喊冤是不是？那如果觉得这么冤情可以离开他呀，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？因为我觉得他
深的。你怎么可以见得他们俩的感情很深？因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前些日子吧，他们两个人出车祸了，然后保重伤的比较轻，大概只有就是手骨折了，然后但是珍妮就伤的比较重了，医院当时已经给下了就是病危通知，在急救。我们所有人在外面等得很焦急，因为我们担心珍妮的安全，生命危险，然后抢救了大概很久吧，然后把珍妮就是救过来了。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了，都是围过去看，然后珍妮当时还是在半昏迷状态，她醒来之后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保重怎么样了，保重没有事了。我就觉得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，他先想到的依然就是保重和安慰，就足以证明他们两个人是真正的是有爱情存在的，非常深刻。可是我知道，其实在你们的生活里还有障碍，那些障碍都可以克服的，是可以克服。我相信那些障碍都不是障碍，所有的障碍都不是障碍吗？对。好。你知道中国人很传统，知道吗？我们孝敬父母，家里的意见，保证你觉得重要吗？重要。好。如果你嫁给他，他的母亲未来就是你的婆婆。你在乎他母亲对你们婚姻的看法吗？下一个难题，你们能共同面对吗？来。女人，我也不同意，后来孩子没愿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第二天就是上那个车，你看我也农村也上那个车，工作也不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样儿子才能考虑一下。这可能是你们要继续往下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其实我感觉这些真的不是什么太大问题，这个不用跟我表白，自己去想。包括珍妮，我要提醒你，嫁给一个人其实不是嫁给一个人，是嫁给了一个大的家族和一个大的家庭。接下来你们要表白，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。来，黄金60秒，60秒，计时开始。其实一些种种的问题，可以尽量去解决，可以尽量去接纳。我爱你，因为我希望这条蛇不要作为咱们感情、咱们生活的一个不方便的障碍物。我的确爱你，爱你爱得很深，离不开你。还有吗？珍妮，我也可以，就可以慢慢把它，就让大家知道我怎么样。但是你要是叫我说不要他或者怎么样，那我可能真的是做不到了。我可以试着把手放在床上，那种吃饭的时候不要抱着一起吃饭，我可以试着，我也不想，毕竟。好，时间到。珍妮的表态是说，我愿意退一步。马上要选择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请你们回到你们来的地方，来，请回，请回。请关门。这是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，但是在他们的情感路途当中却充满了荆棘。当这扇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们是选择继续前进的订婚呢，还是理性的说出分手？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请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会怎样选择？来，请选择。观众选择的结果，订婚的占57.14%，选择分手的是42.86%。
大家更希望他们能够走在一起，但是很微弱。我相信，就像站在门后的他们的内心一样。让我们一起倒数5秒，5秒之后，答案揭晓。一起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在这小订婚一下啊！老钟，你告诉我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要站在那个门后来接纳他？我爱他，离不开他。你爱他，离不开他。珍妮，你是真的打算为他有所改变，对不对？愿意克服那些困难。为什么哭成那样？因为一下子的让你就这样觉着，因为大家的脾气谁来着对吧？等于这是一个开心的泪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订婚仪式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们。这是由天津东尼佩吉钻戒提供的一个精美的钻戒，我们要请求婚的男士为女士戴上，来吧，小钟。这是我们。好温馨的一刻哦，抱着你的未来的妻子，走吧，祝你们幸福。老钟带着他未来的妻子离开了这个现场。爱情有的时候也许真的可以化解很多东西。